记得在10几年前，在我家老房子的院中有一棵老樱桃树，每到盛夏，又大又黑的车厘子真是多到吃不完。我曾经告诉我未来房屋的新主人，这棵樱桃树结的果实很好吃，是一棵非常难得的近100年的樱桃树。可第2年再路过时，发现樱桃树已经没有了，地上铺上了水泥，停放着汽车。几年前，我决定自己再种上一棵，虽然小院几乎没有可种树的地方，但就是这棵只有1人多高，树冠都能够环抱的小樱桃树，居然几年以后开始丰产，而我几乎都没有特殊打理过它，也没有施过太多的肥，所以我想告诉大家，樱桃真的是很好种的果树。那句大家都熟知的谚语“樱桃好吃树难栽”，其实是一个1000年的讹传。有人说应该是樱桃好吃果难摘，其实这也是一句误传。樱桃树好栽，果也容易摘，其实正确的说法是樱桃好吃口难摘，是当年唐朝皇帝唐玄宗为了戏弄群臣，让他们以口摘樱桃而留下的典故。最基础的养护樱桃要注意2个方面，一个就是防治害虫，特别是蚜虫。我这棵小樱桃树头几年蚜虫多到树叶都无法正常的生长，更不用说结果了。因为不想用化学杀虫剂，我就用自制的生物喷剂来杀虫，但因为蚜虫实在太多，效果也很不理想。直到有一年，我终于发现了秘密。这个秘密就是到了冬天，你会发现樱桃树枝上长满了芽头，可有的芽头长得非常不健康，像是一团脏脏的瘤状物。我就逐个一一把它们去除，因为樱桃树很小，所以也毫不费力，很快就处理干净了。到了第2年，蚜虫就奇迹般的突然消失了，几年饱受蚜虫困扰的问题就这样轻易的解决了。所以这种瘤状物其实就是害虫虫卵冬天过冬的房子，一定要把它们去掉，这样这棵果树自身的虫害就可以基本杜绝。第2个护理樱桃树的环节就是修剪，记住几个最基本的要点就足够应付了。一个就是拉枝，拉枝一般在夏天，目的是控制樱桃树的生长角度。拉枝还包括把过密的保留枝条用木棍分开，让它们都能够充分接受到光照。同时还要去掉顶部和周围过长的枝条，以限制樱桃树的长势。再去掉枯枝、花苞过少或者是过于密集的枝条。记住，秋天要轻剪，好让樱桃树顺利的过冬。就是这样一棵小小的樱桃树，就可以给你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。分享最有用的生活经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